我们原本是一，在所有名字之间相遇，不再分离，不再逃避，每一刻都是创世的记忆。我们原本是一，当我说出我爱你，那不是对你，而是对整个存在的回忆。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一的法则是一个宇宙观，从宇宙被设计的结构到行星系统，再到个人的身、心、灵系统都有完整的介绍。这一架构不是人类现代科学可以实证的，所以请以开放的心来看待这一宇宙观。阿吴提供一点法则的资讯，而你相不相信就由各位自己决定了，这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因为范围太过广泛了，所以阿吴想先从这宇宙大的架构先简单为各位建立起来，至于这架构细节的部分，以后有机会再回来说明。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说明宇宙的大架构，很多人大概要睡着了，但这些宇宙的运行模式无疑是重要的，那可以让你明白你身处于这个大游戏中的哪个小游戏。首先，阿吴要来展开各位的认知与想象力。很多人认为意识只存在人类身上，这是大错特错的。人们认为宇宙外太空里都是空荡荡的，人类的存在，人类的意识真不知是上帝特选还是完美的巧合。很多人认为地球只不过是一颗会转的球体，容阿吴这么说，这是一种无知，也是傲慢。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人类，那是因为我们在第三密度这个游戏本身就有很多限制，像是在迷雾之中前行，看不清周围发生什么事，这是游戏的设计，也是第三密度困难的地方。其实地球当然是有意识的，不同于人类的意识，而称为行星意识。而我们的太阳系的老大太阳呢，当然也是有意识的，大家可以以此类推，银河系、其他星系等等。但人类的知识与感知能力和智慧的遮蔽，导致很多人以为全宇宙只有自己是智慧的生物，认为只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智慧物种。近几年，随着人类意识的提升，已经渐渐的可以接受宇宙可能有外星人的存在，而整个存在的游戏机制也慢慢释放一些外星存有的相关讯息。其实整个宇宙都是有意识的，但这个意识并不同于人类的意识。如果要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话来形容，那就是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并非像唯物主义说的那样。好，大家如果可以接受上述的观点，我们就开始来说说这个宇宙的架构吧。希望大家不要睡着啊，这并非虚无缥缈的灵性学说，而是一硬生生的宇宙知识哦。这是一个简单的宇宙架构，从无限造物主到子李泽，到原型心智，再到个人的心、身、灵复合体，再到你个人的经验，这就是整个宇宙设计的简单架构。让我们一一来说明。阿吴会用游戏设计来比喻说明，这样也许大家比较好理解。首先是无限造物主的 One Infinite Creator， 这是指合一本身，尚未分化，没有密度，没有时间，没有学习，只是我是 I am。 在这一层还没有8密度的概念。以电脑游戏来比喻，它是整个游戏引擎和存在本身，不设规则，不玩游戏，只是让游戏可以存在。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李泽 Logos、 银河 Logos、 恒星 Logos。 这个概念大家也许会有点陌生，它就像一个游戏规则的设计者，它是一个大型伺服器，一个世界观设计者。每一个子李泽在其创造系统中设计了密度的运作方式与进化架构，其范围包括整个银河系。它会决定是否使用8个密度，密度的基本顺序，是否允许即兴服务他人服务自我，是否允许照杀，也就是转世后的遗忘机制，时间与空间的大架构，
这一层定义的是这个银河的基本玩法哲学，所以在每个银河系中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这要看这一个银河系想要或偏向游戏的风格来决定。接下来我们来说在理则中的子理则，也就是在每个银河里的恒星子理则 sublogos， 例如太阳，这是指在刚刚说的银河系理则下的恒星系统，再把游戏的细节规则与玩法定得更精细。这是单一游戏区域世界副本设计者，其范围为一个恒星系太阳系，太阳作为 sublogos 会进一步微调。第三密度的身体形式，人类这样的生理结构，行星生命演化方式，性别、繁殖、死亡，新生灵的互动方式，原型心智的使用方式。你现在体验的做人版本，就是太阳这个子理则的设计。原型心智 Archetypal Mind， 原型心智是子理则为第三密度意识设计的内在地图，主要重点有3个。原型心智不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原型心智不是所有密度都用，原型心智是为了让第三密度在照沙加自由意志加即兴选择下有一个可供穿越的内在导航系统。因为第三密度，也就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密度，是在所有密度中难度比较高的，尤其现在的地球又是在第三密度中数一数二的困难，简直就是游戏中地狱模式，所以就更需要有原型心智这样的内在地图供人们导航。至于为什么地球是地狱模式，什么又是原型心智之后的集数再做说明。原型心智是子理则在8密度架构之内做的精细化设计。新身灵复合体 Mind Body Spirit Complex， 这就是一个意识进化或参加这场盛会或游戏的实际执行层面。所谓的新身灵复合体，就是我们在这世间的使用工具，它是包含心智、身体与灵性这3者的综合体。心指的是经验、选择、即兴、扭曲；身指的是载具、限制、催化；灵指的是与高我、时间空间的连结。它们是在8密度设计中运作的载具系统，也就是你现在所使用的这套身体载具。接下来最后一个，你的个人经验，这里反而是拉最在意的地方。真正的学习不在宇宙结构，而在你如何回应催化。所谓的催化，就是指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你曾经自己参与设计的，为的是让你可以做出选择与灵性的进化。关于催化剂的主题，我们会在以后的集数介绍。所以你对于生活事件的回应不只对你是重要的，对整个宇宙也是重要。这就是简单的宇宙结构的架构。我知道或许有些枯燥乏味，但这些内容是重要的，让你的修行可以见树又见林。知道这个游戏的架构对修行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不然你总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正在玩什么游戏，遇到什么关卡。接下来我们来说明所谓的8度音程，也就是各个密度。你可以把它想象为意识进化的各个阶段。如果你学过音乐，你一定知道我们人类主流的音乐音程是8度的，从低音 do 到高音 do 是一个完全8度音，刚好这里的密度也分为8层，所以有时我们说密度也会用8度音程来代表。至于为什么是8度，那是游戏设计者的设计，要问问我们刚刚介绍的理则了，也就是我们的银河系。事实上每个银河系设计的游戏都不尽相同，也许其他的世界有10个密度，有的只有5个密度，也不一定。事实上 Logos 本身也在学习，也就是说我们的银河 Logos 可能不是第一次设计8密度。照沙，也就是第3密度的遗忘机制是一次重要的实验。第3密度的剧烈痛苦与强烈自由意志，其实是刻意提高学习效率的设计。阿吴这一集先简单的说个大架构给大家听，好多详细的细节会在之后的每一集好好来解说。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8度音程吧，也就是意识的发展阶段与历程。意识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不断的选择与精炼淬炼。这个意识利用生生世世的精炼，会逐渐的明白自己是谁，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认识神与真理。我们这集先简单的说明第1密度到第8密度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意识进化的1年级到8年级。各位3年级的地球人学生要好好听课哦。第1密度，觉知的诞生 Awareness, Beingness。 第1密度指的是元素的密度，土、水、火、风，物质开始知道自己存在。是的，如果我们先以简化的时间轴来粗略说明，每个意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阶段的学习重点，存在、觉知的萌芽，从混沌中形成秩序。关键的特性是，没有自我，没有选择，没有善恶。常见的误解有：第1密度重点并不在修行，第1密度只是开始感知。第2密度，成长与个体化 growth。 这是植物与动物的密度，生命开始成长、繁衍、追求延续。第2密度的学习重点是成长、对环境的回应以及初步的个体感，但尚未完全自我觉知。关键的特性是没有道德选择，没有我是谁的问题，依本能行动。这里有个重要的补充，动物在被人类个别化爱时，可能进入第3密度门槛，也就是你养的宠物在你给予特别的爱时，这个宠物在下一世有机会从第2密度进到第3密度的学校中。因为你给予了宠物爱，并时时与它互动，可以刺激它慢慢有自我觉知的诞生。第3密度，自我觉知与选择 Self-awareness。 这是人类所在的密度，自我觉知诞生，并被遗忘罩纱遮蔽。学习重点，其中最核心中的核心的学习就是选择即兴。所谓即兴，就是在你每一次面对生活事件，你的内心是倾向服务他人 STO 或是服务自我 STS。 选择服务他人需要51%的程度就可以毕业，选择服务自我则需要95%的程度才可以毕业。目前的地球人多半卡在中间，时而对他人着想，时而又不甘心，那就造成无法极化，就无法从第3密度中毕业。这些阿吴都会在之后的集数详细跟大家说明讲解。第3密度的关键特性为自由意志最强，痛苦最深，不确定性最大，意识发展最快。第3密度不是来开悟的，是来做选择的。这个选择不是1、2次就决定的，而是长期的心之所向。第4密度，爱与理解 Love Understanding。 第4密度是集体意识的开始，遮蔽消失，彼此感受彼此。地球已经是第4密度的星球了，但人类正在从第3密度过渡到第4密度，所以敏感的人会发现地球社会已经慢慢朝向第4密度的趋势。这也是目前人类社会特别混乱的原因，因为距离进化周期已经接近转换的期限。对于无法到第4密度的地球人也不是末日，只是会转生到其他的第3密度星球继续课程，这些细节我们以后再聊。未来我会对第3与第4密度的特点多加说明，因为那正是现在地球人的处境。我们先聚焦在第4密度的学习重点，爱、理解、关系的透明化。关键的特性为几乎无法隐藏动机，高度共感，集体大于个体。这里阿吴有个重要提醒，第4密度的爱不是浪漫，而是无法逃避他者的存在。第5密度，光与智慧 Light Wisdom。 不同于第4密度的集体，第5密度是高度个体化但不孤立的密度。学习重点为智慧、洞察、精准的服务。关键的特性为情感淡化，高度清明，观察多于介入。在这里拉特别提醒，纯智慧若缺乏爱会失衡，这就是为何要进入第6密度。第6密度，爱与智慧的合一 Unity。 这是一的法则的谦卑使者拉当时通讯时所在的密度，那时的拉这个群体正在往第7密度迈进。这个密度是整合的密度，自我逐渐消融但未完全消失。许多的流浪者多来自第6和第5密度。所谓流浪者是其他密度的存有自愿来到第3密度的地球做些贡献，
但这些志愿者因为不适应这个振动频率比较浓稠的密度，加上依然受遗忘机制的影响，所以他们并不总是像当初想的那样可以成功执行当初的任务。这些流浪者往往在地球上感觉疏离与无法适应，却又不知所措。琥珀神秘学院前3季比较服务的是这个群体。关于流浪者的主题，阿吴在之后的集数再来详谈，因为能被这个频道吸引的也有不少流浪者。第6密度学习的重点位，爱与智慧的平衡，全观视角，为整体服务。关键的特性，你的高我来自这个密度，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几乎没有极性对立。这里有个重要事实， STS 路线，也就是我们在第3密度提过的极性中的服务自我的选择路线，无法继续通过第6密度。 STS 极性必须放下控制与分离，才能进入第6密度。第7密度，回归前的门户 Gateway， 这是个体意识的最后一站。学习重点位，完全放下个体性，回归源头的准备。关键的特性是几乎无语言、无形象，存在即是服务。在这里拉的语气很保留，因为这一密度几乎不可言说。第8密度，8度完成新开始 Octave， 这个密度是一个8度的完成，同时也是下一个8度的开始。学习的重点，合一的圆满，重新回到我是。关键的特性是无法被理解，超出所有已知的密度。拉的经典说法是下一个8度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利用这一整集介绍了宇宙设计的结构与各个意识的密度。一的法则的密度不是灵性阶级，而是意识学习的不同阶段。其中目前的人类身处于第3密度，也是所有密度中最困难也充满困惑与辛苦的阶段。第3密度是困难的，因为这是整个宇宙中最关键的一堂课。之后阿吴会好好的来和各位说明我们身处的密度特性和怎么毕业的方法与建议。拜拜。